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玩具潘多拉积木盒，上面的盖子不能直接打开，要拍打2下。这是它的答案说明。把积木全部倒出来，这里有2颗头子，我们用它随意制出2个颜色，然后将对应颜色的积木拿掉。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剩下的积木拼出一个正方体。这款玩具看着简单，其实非常有难度。这7块积木的变化错误的组合有上100种之多，小朋友需要通过观察和计算，合理的摆放每一块积木，充分利用积木形状的特点变换木块，放入最佳位置，才有可能完成拼装。这9块木头里面大有学问，我们随意制出2个色块，剩下的积木都能拼出一个立方体。作为家长，应该让孩子多尝试一些益智玩具，让他们爱上动手动脑，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和对学习的热情，还能锻炼实践能力，提升分析和决策能力。这个是古典解密玩具，叫云梯锁。如何将这2个梯子给分开呢？它的难度很高，下面我来取一遍。因为它没有缺口，那我们就按照内部凹凸部分给它制造一个出口，把银色梯子当作移动的一方，推到这个凹槽，银色梯子往上旋转，顺着凹槽到达底部，移动到顶部，旋转金色梯子配合银色的移动，这样一把锁，如果用它们来锁厕所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？这套智力解扣的设计很特别，不仅可以锻炼小朋友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，还能通过不断尝试和解决难题，可以培养出耐心和毅力，并且老人儿童都能玩。这个益智玩具叫铁麻花，玩法是用这4根一样长的铁丝拧成一股麻花的形状，我们先朝同一个方向拧，但是不管怎么拧，怎么用力，一松手就散掉了。这个时候就考验孩子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。思维能力好的孩子，他会先拿3根来拧，拧到它们空隙越来越小，再拿最后1根从空隙的位置穿进去，你的铁麻花就形成了。那些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孩子聪明许多，比如这款解扣24件套，有些家长看到这些解扣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玩不了，感觉很难。其实很多人低估了孩子对事物的研究能力，很多益智玩具都是通过摸索找到答案的，无形中培养了孩子的耐心和专注力。这是2个缠绕在一起的蝴蝶扣，如何将它们分开呢？我来演示一遍。2只手同时扭转解扣，错开之后再往下压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款智力解扣一共有24种不重复，可以最大限度地锻炼孩子的思维多样性、空间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。这是一个关于最密堆积的脑力玩具，它的外观很像一个金字塔，把它推倒之后可以看到，它是由数量不等的铁球连在一起的。想要将它再重新组装回去没那么简单，我们一般会一层一层去拼，但是每层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最后一块放上去就不对了。在拼搭的过程中，小朋友需要精准地观察积木的形状和大小，灵活地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摆放积木，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拼搭成功。这套智力解扣一共有24款，玩法有难有易，需要小朋友充分地调动逆向思维。玩智力解扣的时候，锻炼的是手脑协调、逻辑思维以及专注力。智力解扣种类有很多，是一款老少皆宜的益智玩具。一定要让孩子了解古人的智慧。这是2个6字扣，如何将它们分开呢？仔细看，我们移动右边的解扣往上去，顺时针方向再旋转180度，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个就是我让孩子放下手机的秘密，它是平面滚珠，玩法是将红白2种颜色的珠子分类，做到一边一种颜色。你们不要以为它很简单，玩的过程它需要2只手的灵活度和眼睛的观察力以及大脑的反应速度，缺一不可。这对孩子来说是生活里不可缺少的锻炼。这款平面滚珠不仅适合孩子可以玩，大人老人也都可以玩，不仅解压而且又益智，赶快来挑战吧。这个几何魔方好玩到快要哭了，它随心所欲折叠出多种几何形状，正方体、多面体、圆柱体、三角体。如果家里的孩子爱玩手机写作业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可以试着让他玩玩这些益智玩具。它不仅锻炼孩子的空间想象力、动手能力，还可以培养耐心和专注力。孩子将来需要掌握的知识都需要在实践中慢慢培养起来，只有做到玩中有学，才能收获真知，保持兴趣。这种任意变形的玩具孩子也会喜欢，在兴趣的驱使下养成动手动脑的好习惯。该如何将这2根钉子分开呢？要是不动脑筋，顺着轨道一道出口就会被挡住，
这种情况就考验小朋友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锻炼。爱动手的孩子往往更聪明，将左边钉子放正，提起右边的钉子，往左边移动，最后旋转抽拉。智力扣是经典的益智玩具，是依据古代机关门锁原理设计制作的。现在的孩子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，缺乏学习知识的耐心。这个时候，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多玩一些益智玩具，动手动脑的同时，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，培养耐心和专注力。这是一个可以让孩子放下手机的玩具。玩法是把2种不同颜色的珠子红白分两边，孩子们需要谨慎地考虑每一个步骤，才能成功将所有的珠子移动到正确的位置。因此，它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。现代孩子们越来越沉迷于手机等电子产品，玩具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首选。但是平面滚珠这款传统的益智玩具重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他们放下手机，重新体验使用手和大脑的乐趣。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，那些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智商要比同龄孩子聪明，因为在玩耍中，他们不仅仅是在寻找乐趣，更是在锻炼自己的大脑。平面滚珠作为一种传统的益智玩具，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娱乐方式，更是有助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智力潜力。古人的智慧，孩子一定要学习。这个是孔明棋，开局时取走中央的一颗棋子，通过跳跃吃掉被跳过的棋子，按照这个方式走棋，直到剩下一颗棋子，并确保该棋子位于正中央。孔明棋也被称为单人棋。据传说，这个游戏是由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发明。这种玩具非常考验玩家的耐心、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。在游戏过程中，需要玩家合理分析、认真布局。人生如棋，千变万化，只要有一步走错，整个局面就会崩盘。因此，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。据说，诸葛亮在独居草庐的时候，发明了这种适合一个人玩的单人棋游戏。他与华容道、魔方一同被称为智力游戏界的3大不可思议。这样的棋类游戏既适合儿童，又适合成人和老人们。通过玩单人棋游戏，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律性和耐心，让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加有耐心和毅力。数字华容道是一款可以让孩子放下手机的玩具，9个数字的难度不高，我们只需要按照数字顺序慢慢移动。第一排1、2、3，第二排4、5、6，最后7、8顺序不会乱。15格最难的是最后一排的顺序，因为它只剩一个空格可以移动。首先，我们要将9和13调到一起，15过去9下来，再让14上去，15也上去，9和13就在一起了。13是45乘一圈，9是11是2乘一圈，最后全部往后退。15粒数字华容道就复原成功了。如果家里的孩子喜欢玩手机、写作业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可以给他玩玩这个几何魔方。它是一款经典的益智玩具，游戏的目的是根据想象力变换不同形状。不要觉得它很简单，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它可以帮助人们放松身心，缓解压力，提高智力。玩几何魔方需要巧妙地控制手指和手腕的运动，让魔方在手中灵活运动。这训练了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以及手脑配合等身体机能，对提高小朋友的空间力反应速度有很大帮助。这个是根据古代井绳上的结构制作的玩具，叫马蹄索。你知道怎么把中间的圆环取下来吗？链子是用合金材质制作的，很牢固。圆环也是完整的，找不到任何接缝。想要把它取下来，看着似乎不可能，其实方法很简单，2只手同时反方向扭转马蹄，圆环就会滑落下来，这样很容易就把它取出来了。古典智力玩具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脑力活跃思维，作为家长应该让孩子多多了解古人的智慧，爱上动手动脑。如何将这2个半圆合成一个封闭的圆环呢？这是一款古典智力玩具，没有找对方法是很难组合到一起的。如果是先让上面的合到一起，下面的螺旋纹路就对不上了。先将2个半圆拿正，然后交叉放置，往上一转。孩子的大脑拥有非常强的可塑性，作为家长应该让孩子多接触一些智力玩具，经常玩一些需要思考的智力玩具，在给孩子带来乐趣的同时，还能全面提升他们的辩证思考能力、专注力以及空间想象力。要取下这个长条环，你是不是会顺着它的缝隙往上去？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那就想对了。可以看到这条路好像是行不通，不要紧，我们先回到起点，反其道而行，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发，到左上角这里，让长条垂直穿过中心，往上抬，抽取，就可以取下来了。这些解扣每一款的玩法都不一样，玩起来很有挑战，
非常锻炼孩子的空间力和想象力，让他们学会思考，培养动手动脑的能力。数字华容道一字当前，23紧随其后。这款古典智力玩具曾是最强大脑的比赛项目，并且以动手动脑烧脑益智著称。第二排开头是5、5、6、7没有乱，将数字8移上来，8要和11交换位置，这时候小朋友就要思考了，可以让5先下来，8归位，再让11下来，5回去。第二排完成。第三排开头是9， 9时11没有乱，12要到13，这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交换，这样第三排也可以了。最后一排的调整有些难度，这个华容道看着挺难，可是你一旦了解了它的规律，就会觉得它很有趣，适合老人儿童活跃思维。最后一排可以采取一个转圈的方式来调整，这3个数字为一起，另外4个数字为一起，最后再统统往后退，这样这个古典智力数字华容道就完成了。如果家里孩子爱玩游戏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可以给他玩玩这个平面滚珠，它是专为儿童和青少年设计的。玩法是移动中间的滑块，把红白两色的珠子分开。有了它以后，手机游戏什么的都是浮云。孩子的潜能是巨大的，只要家长引导得当，孩子的智力就会得到提升。孩童时期是智力开发的黄金期，应该让孩子多玩一些思维游戏和益智玩具，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、空间想象力和专注力，为今后的学习任务打下好的基础。如果孩子不爱做数学题，给他玩玩这个几何魔方体，各种形状他轻松变。这个形状它叫芭蕉扇，对折翻转得到一个三角体，拉开折叠就变成了正方体。72变怎么样的变？记住4个字的口诀，第一个字叫做翻下边，第二个字叫翻它上边，第三个字我们折它左边，第4个字我们折它右边。2个手一插往下这么拉，它就变成一个钻石花，两边对折再往上提，这个形状叫圆柱体。有了几何魔方训练器，可以培养孩子空间力。如何将这3个铁块严丝合缝地拼到一起？如果是先拼其中2个，那么第3块是无论如何也放不进去的。这个时候就考验孩子有没有在家做逆向思维训练。聪明的小朋友会将2块的距离拉开摆放，腾出空间将第3块扣进去，摆成一个三角形，再同时往里推。智力解扣作为一种益智玩具，有的很难解开，有的则是很难装回去。它不仅可以起到锻炼孩子思维和动手能力的作用，同时也可以增加亲子间的互动和交流。几何魔方是最近很火的一款益智解压玩具，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折叠方式折叠出多种不同的几何形态，包括正方体、长方体、圆柱体、多面体以及一些不规则形状。小孩子拿到手里根本停不下来，不仅可以锻炼他的思维能力，还可以激发小朋友的创造力和空间力，让他们远离电子屏幕，回归到益智游戏，寓教于乐，在娱乐中学习。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都可以通过玩几何魔方来丰富自己的生活，保持活力和智慧。用这些珠子摆出一个金字塔的形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力谜题。第一层我们从大到小排列，很明显放到最后一个就不是一个规则的三角形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锻炼空间力和观察力的益智玩具。除了空间力之外，发散性思维也是很重要的。在破解这些玩具的过程中，可以充分调动孩子的专注力以及大脑的发散性思维。长期如此，他的思维方式和看事物的角度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改变。这些智力解环每一款的玩法都不一样，看着简单，玩起来却很有挑战，非常锻炼孩子的空间力和想象力。在孩子智力的发育黄金期，让他们学会思考，培养动手动脑的能力。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研究，增进亲子感情。平面滚珠是一种有趣的益智玩具，它有红白两色的珠子，玩法是把这些珠子分开。这款玩具可以帮助孩子开发他们的智力潜能，只要父母给予正确的引导，孩子的智力将得到提高。孩子的童年是智力开发的黄金时期，让孩子多玩思维游戏和益智玩具，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、空间想象力和专注力，可以为孩子今后的学习任务打好基础。平面滚珠是一款趣味盎然的益智玩具，它能够促进孩子的思维发展和智力成长。这是我让手机放下孩子的秘密。想要把2个圆环合一起，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如果是先将上面合一起，螺旋纹路又进不去了。正确的方法，2个圆环左右平行放置，然后交叉到一起，再往上提。智力解扣的款式众多，一共24种，每个解扣都蕴含着奥妙的数学原理和物理原理。在思考、研究、破解的过程中，你会惊叹古人的智慧。它不仅能给孩子带来乐趣，还能锻炼空间力和手脑协调。猜猜我是谁？
抽取一张卡片。我先问了，问吧。你的是黄色头发吗？不是。那我把黄色头发全部盖掉。你的有没有长胡子？有。有胡子。该你了。你的是不是男生？是的。是男生。你的是不是蓝色头发？不是。不是。你的是不是秃顶？是的。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还有4张。你的有没有戴眼镜？不戴。还有2张。你的有没有戴眼镜？没有。那你赢了。你的有没有戴帽子？戴着呢。那就是他了。你赢了。上面的盖子有东西卡住，要拍打2下打开。这叠卡片是他的答案，把积木全部倒出来。我们用这2个骰子掷出2个颜色，将对应颜色的积木拿走。下面就要小朋友不断尝试思考，将余下的积木组合成一个立方体。这7块积木的变化错误的组合有上百种之多，小朋友需要通过观察，合理的摆放每一块积木。在这个过程中也锻炼了他的思考能力、空间力以及逻辑思维。我们随意掷出2个色块，剩下的积木都能拼出一个立方体。这种玩法增加了玩具的可玩性，让孩子放下手机，爱上动手动脑。木盒设计的也很巧妙，装回去之后自动上锁，打开则需要开头的方法。3点水你们有没有？3点水我有。汽水的汽。可以。沐浴的沐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我有果汁的汁，流泪的泪。行，还有没有？对，没有了。没有你出，我不要。草字头。草字头啊，草字头我多得很啊。芯片的芯有一个吧？是的，对。王菲的菲。还有吗？还有芒果的芒。还有没有？麦苗的苗，直接炸了。那你继续吧。这个竖心旁。竖心旁我有怜惜的惜，还有一个取悦的悦，没有了。你有没有？我有后悔的悔。还有吗？是还有吗？你继续。一个口。口我有啊。一声不吭的吭，我走了。这个就是孔明锁里的钥匙锁，要将这2把钥匙分开，用蛮力是不可取的。观察力好的小朋友会想到分析查看钥匙的结构，可以看到钥匙上面有很多凹槽，只要调整好右边钥匙的位置，通过一个个凹槽就可以走出去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。古典益智玩具不仅培养小朋友的逻辑思维，对他们的创造力和观察力都有帮助。作为家长，在孩子智力的发育黄金期，要注意孩子智力的发展，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教具，而这些古典智力玩具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。这个益智玩具叫步步惊心，玩法是取下这根绳子，直接拉扯是取不下来的。我来演示一遍正确的解法。首先把这根绳子反向拉直，从右边第1个环里掏出，绕到左边第1环上拉紧，再从第3个环里掏出，绕到左边的环上拉紧，然后是第2个环里掏出，后面继续重复这个动作，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。它非常考验孩子的手眼协调和专注力，只要按着正确的路线走，绳子就可以完整取下来。那些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孩子聪明许多。比如这款解扣24件套，它的每种解法都很独特，有些父母看到会觉得孩子玩不了，感觉很难。其实你们低估了孩子对事物的研究能力，很多益智玩具都是通过孩子摸索找出答案的，在这个过程中无形中锻炼了孩子的专注力和观察力。这个是细胞锁，如何将这2个解扣分开呢？这就考验孩子在家有没有做思维训练了。聪明的小朋友不会直接上手拆分，会先观察它的结构，找到突破口，往下压银色的细胞，形成一个垂直的状态，再将银色的抬起来，横着转半圈，然后往上提，顺着它们的缝隙走到出口，银色再往下旋转，它们就分开了。智力解扣考验的是孩子的空间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。小朋友需要通过拆解和组合，将它们从整体中取出再复原。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玩家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和耐心，还需要不断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解法。